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秘鲁城市 Costco 的城市广场，这里非常的美，带大家看一下。有教堂、绿树、红花和路上的行人。为什么这么久没出视频呢？因为年底出来休了个假嘛。今天在这里跟大家聊聊天，跟大家介绍一下我在秘鲁玩的咋样。我很喜欢这里，诚邀屏幕前的每一位观众有机会来这里转转。大家好，我是 Norman，我们又见面了。今天带大家来秘鲁看一看，给大家分享一下我在秘鲁的见闻。整体的感官，秘鲁呢非常像另外一个中国。为什么呢？第一点，各个地方的街道，我觉得像极了我小时候生活的90年代的大陆。街上的小卖部，各种零食饮料，物价都很低，很像赚了美刀回国消费的感觉。秘鲁和中国都算是很有文化的国家，历史呢也有点像。博物馆里的文物、陶器、石器啥的，也很像中国历史上的物件，连乐器声音听起来都很像，基本上就是哆来咪嗦拉5个音。看来每个文明的开局模式都是类似的，饮料也会给很小一杯，像茶杯那么大，在麦当劳和肯德基基础款的 regular 都是这么大小的，也鼓励大家不要吃太多。第二点，我觉得交通工具是很像的。在这里我见到了失传已久的蓝皮火车，和国内绿皮是非常像的。我看到了过去的我自己，那一年我约莫5、6岁，我爹带我坐绿皮火车回老家德州，路上我爹给了我一瓶健力宝，我喝了一半，送给了邻座的小朋友剩的半瓶。在秘鲁，我也把剩的半瓶饮料送给了司机大哥，大哥很开心的拿给了他的女儿喝。在那一刻，我似乎看到了过去的那个绿皮火车上的我，没有施舍，只是单纯的跟其他的小伙伴分享自己的小小的快乐。第三点，秘鲁人长得和中国人挺像的，只是稍微黑了一点。一些秘鲁人如果稍微再白一点，讲点中文啊，那简直就地可以发中国绿卡了。人们呢，整体是比较小只的，没有北美居民那么大块头，身高身材和中国人也是很像的。第四点，我觉得整个国家和中国整体比都是很类似的，人们比较平和，对旅游者比较礼貌，并没有歧视外来人员的问题。我觉得秘鲁和中南美国家比安全了很多，没有枪支泛滥、吸毒成瘾的问题。我挺喜欢这里，大家收入不是特别高，却很安详、很平静，并没有感觉到严重的宰客问题。相比之下，我年终去黄山玩的时候，就明显感觉被宰了。出租车司机推荐的景点一定是给回扣最多的景点，不一定是最好的景点。这怎么有点像部分经济喜欢卖佣金高的垃圾盘的感觉一样啊？扯远了。第五点，我觉得秘鲁和中国的地貌也是很像的，这边的地貌非常的丰富，在这里我见到了各种各样的地形，平原、高原、峡谷、高山、沙漠、绿洲、火山，像极了塞尔达游戏的世界。有一时间感觉自己恍惚了，忘记了自己到底是在真实的现实世界里还是游戏中。来一个地方玩，怎么能不讲一讲这个地方的美食呢？不过讲美食之前，先带大家看一看我买了一个毛绒玩具啊，这个是长在我审美点上的秘鲁的国宝级宠物羊驼，在加拿大大家可能也见过，不过这个东西原产自秘鲁，而且数量在秘鲁是非常多的。秘鲁呢并不是美食荒漠，而且消费挺低的，在旅游区的餐厅吃，一般也就是6到10美元就可以吃的不错，麦当劳啥的3到4美元就可以吃个套餐。在旅游区外呢，很多地方本地人只要3到5美元就可以吃一餐不错的饭。必须得说啊，秘鲁的消费很低，但是吃的东西呢，跟我泱泱中华甚至中国美食
延伸突出部，多伦多和温哥华比，实在都是没得比啊，差的还是比较遥远的。我对中餐有迷之喜爱，出国这么多年了，依然是100%的中国味。秘鲁菜相信跟整个世界比是很值得一试的啊，也就比中餐差那么一丢丢吧。秘鲁有几个名菜，大家来了一定要尝一尝。第一个叫 ceviche， 这是酸柠檬腌的生鱼块，有的朋友可能会吃不惯，我觉得还行，和生鱼片类似的吃法，但是味道是极其不同的。这个是酸咸的。第二道名菜烤荷兰猪，其实是豚鼠了，长得很像兔子。它们活着的时候长这个样子，烤完了之后呢，长这个样子，咸口味的。我怎么看都觉得这明明就是兔子，不是荷兰猪或者豚鼠。最后我只想说一句，那么可爱，怎么可以吃兔兔？第三道菜就是刚才给大家看到的羊驼。羊驼呢是秘鲁的名物种，秘鲁有羊驼，就像中国有大熊猫，都算是特产动物了。世界上差不多95%的羊驼在秘鲁境内，也有一种说法是90%。羊驼真的是萌的一米啊，长在了我的审美点上。羊驼一身都是宝，毛呢可以做纺织品，肉可以吃。羊驼大概可以剪4次毛，不过这个毛的质量是越来越差的。Baby alpaca， 也就是第1年的羊驼的毛才是质量最高的羊驼毛中的精品。感觉秘鲁人民养羊驼大概就像其他的地方养喜羊羊一个意思。第4道菜 chifa， 秘鲁中餐的简称，我感觉就是中餐吃饭的音译 chifa， 但是我这个猜测没有根据啊，纯是瞎蒙的。秘鲁的中餐 chifa 和北美改良版的中餐算是异父异母的亲兄弟了，主打卖的就是一个炒饭加各种炸的东西。遇到比较靠谱的中餐馆，相信是能掏出来一个中文菜单的，这个时候吃到的中餐就更接近中国的味道了。好玩的是啊，有个讲西班牙语的本地小哥告诉我，chifa在秘鲁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哦。具体是什么意思呢？为了不让视频挂掉，我给大家点到一下。大家掏出马斯洛的心理需求金字塔，看看最下面一层，除了吃饭睡觉还有啥？或者掏出李安大导演拍的电影《饮食男女》。在秘鲁，别人邀请你去吃饭，你要考虑好对方到底是哪一个吃法。看，这是一只非常帅气的羊驼，还挺乖的呢。哦，咦，真好玩。看，身上缠着这么多棉花。聊完了有啥吃的，下面来跟大家说说具体玩的咋样吧。我是从多伦多来到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，转机到的秘鲁首都利马。当天在利马转了转，看了个音乐喷泉。利马的气候是挺好的，比我前面去到的埃及强多了。利马就像各个大城市，国际化的很不错，也有各种高楼，不过没啥特色可玩的。我来的时候呢是旱季的尾了，温度很高，也挺晒的。不过利马还是在众多秘鲁城市中没有那么糟糕的，属于秘鲁比较少数的湿润的，并且植被比较茂盛的城市了。第二天，我来到了海滨城市 Paracas， 在这里呢，我坐船看到了赤道边上的企鹅、海狮和各种海鸟。以前也只是听说，原来不只有南极有企鹅，这次算是亲眼见到了。吃了秘鲁的名菜 ceviche， 我觉得真的还是不错的，不过不是所有人都能吃得惯。下午呢，去旁边看了看沙漠丘陵保护地带。秘鲁在南美大陆西侧，属于太平洋寒流，虽然靠着海，但整体还是很干燥的。每一年只有12月到3月算是雨季，所以说还是中国人的老祖宗会挑地方，挑到了太平洋东岸暖流区，雨热同期，气候比秘鲁强得多了。当然，两广福建经常被台风吹到的朋友可不要喷我。第3天来到了沙漠绿洲 Huacchina， 你看，我就说秘鲁是另外一个中国嘛，地名里面都带着 China， 是不是更像回国了呢？这里是一个沙漠绿洲，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神奇地貌，像极了塞尔达里的格鲁德沙漠绿洲。我就很好奇啊，在沙漠这种不下雨的地方，水分还一直蒸发，凭什么有一个地方可以一直有水，树木繁茂呢？相信屏幕前的朋友们可能也会有类似的疑问吧。于是我专门查了一下，沙漠绿洲是地下水持续渗出造成的，也算是给我这个九漏鱼补了一节地理课。开篇的滑沙视频就是在这里拍到的，喜欢滑雪的我怎么能错过滑沙呢？傍晚时分，花30 solos，约合8美元，参加了一个10人沙丘团。
一个小哥开着越野车在沙地里狂飙，和过山车有一拼，在夕阳的余晖下拍了几张照片，划了几波沙子，感觉这是人生中花的最值的8美刀了。虽然玩得很爽，但是寂寞刹车之后我连续吐了2天啊，后遗症非常严重。接下来的一天来到了纳斯卡，这里是著名的世界遗址纳斯卡线条的所在地。秘鲁排入很多时候 P 会被画好多个圈，这些圈呢就是代指纳斯卡线条。秘鲁的祖先们在地上画了各种各样，只有在高空才能看清楚图案。似乎秘鲁人民是想让天神看到自己的图案。我也去塔上看了几幅图案，感觉秘鲁人祖上美术功底是非常可以的。最好玩的呢是我们的导游大姐开了一辆82年的奥拓，那是一辆神车，发动机灯、车门灯、油表灯全都亮了，全程时速140公里，猛超各种车，速度表一直是0，油箱表也是0，里程表几十万公里，结果完全不走字儿。真是除了轱辘不转哪都转，除了铃铛不响哪都响。我坐副驾那叫一个震惊啊，不亚于小李子当年坐俄航的飞机，看到一个飞机引擎坏了的表情。转头一看，大姐开车面无表情，和小李子解释我们没有问题的，飞机还有一个引擎的，那种感觉是一模一样的，心大的嘞。I kind of felt like I'd already died and gone to heaven because no one said anything. And I was screaming at the top of my lungs saying, "What the hell is going on here?" 下一站来到了阿里基巴，从这里开始就不再是平原地形了，开始上山了，海拔蹭蹭蹭的涨。高反严重的我，仿佛从一个颠晕了、突的噩梦，来到了另一个走2步就喘不上气来的高反的噩梦。阿里基巴是秘鲁第2大城市，这里开始玩的项目基本都是4000米起步了。我在这里玩了一个旅游团的项目，去 Coca Canyon 看雕、看峡谷的旅游项目。不得不说，这个 Coca Canyon 的 tour 真的是很不错的。如果来阿里基巴，一定是要去的。秘鲁人民真的是非常勤劳。这个 tour 早上2点30就来酒店接我上团了，我可听话了，2点15就起床了，结果对方3点15才到。秘鲁人民的时间观念大家要适应，不过即使晚了一会儿，也是比较准时的了。路上看了神雕，没有看到峡旅。Coca Canyon 大峡谷这个地貌，感觉塞尔达里也是能找到的，非常的美。不过也给我上难度了。在来秘鲁之前，我人生去过最高的地方就是瑞士的少女峰，3500多米。那年我21岁，走路都要气喘吁吁。这次来秘鲁，直接快给我人干废了。去了 Coca Canyon， 一趟行程最高峰是4900多米，四舍五入等于来了一趟珠峰大本营了。我整个人全程也是思密达的状态。在阿里基巴，我还去了另外一个大湖，看到了很多 vicuñas 驼马，很像东北的傻狍子。牧民家里呢也养了好多只羊驼，看他们迈着矫健的步伐向我们走来了。你看这边的羊驼鱼贯而出，一只又一只的。好多只，好多只。后面还有棕色的和黑色的。哇哦！这边是一个非常大的盐水湖，现在呢是旱季的末尾，好久没下雨，湖几乎已经找不到了，只剩下地上凝结的盐。这里的羊驼，这里的 vicuñas 驼马，还有火烈鸟，真的都是太猛了。羊驼也都不怕人，可以随便的撸。它们早晨会被放出去吃点草，晚上呢自己还能认识家，自己走回来。后面几天呢，我就一直处于人比较浑浑噩噩的状态。高原反应真的不是闹着玩的。大家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量力而行，千万别硬上。身体不适呢，就要及时撤离高原。阿里基巴继续吃了各种秘鲁名菜，真的只比中餐差一点，在西餐里算是很赞的了。阿里基巴是秘鲁第2大城市，仅次于首都利马。在阿里基巴的城内，我也参观了一个西班牙殖民者修的修道院，这是一家专门给女性的修道院。大户人家生的女儿通常会送一个过来当修女，在这里清修。终生不婚，还不能离开修道院，还得交学费感叹古人的生活和价值观真的是搞笑。我感觉这不就是监狱吗？在这种地方我1分钟反正也待不下去啊。现在在这里还有修女，最小的呢36岁，但是后继无人了，招不到新来想在这里常住的人。我觉得这才对嘛，现代人又不傻，干嘛要和古人一个活法？不得不说，这个院子是真的好看，树和花花草草都是花了很大力气来打理的。
阿里 Kepa 之后，我去了一个叫 Puno 的城市，这个城市坐落在南美第一大淡水湖 Titicaca Lake 旁边。这个名字就很搞笑 ，Titicaca， 中文翻译成滴滴咔咔湖。这个名字很像儿歌。湖里有很多芦苇，像极了白洋淀的感觉。怎么样，又一次回中国了吧？原住民乌鲁族人为了躲避当年印加帝国的追杀，在湖上用芦苇做了很多小岛，就是芦苇一层一层搭起来，最后飘在水面上，看起来挺像那么回事的。不过维护起来是有点困难，因为下面的草经常会被泡坏了，需要添新的草。很搞笑的一点是，一般岛民几户会住在一起，有的时候呢，大家会闹矛盾，当然不经常。当大家闹矛盾的时候，大家会用大锯子把岛锯开，之后的小岛各自到新的水域去生活。忘了说了哦，在秘鲁城市之间可是没有高铁的，我的交通工具经常坐的是夜班 bus， 这个东西吧一言难尽，在 bus 里睡算是比较舒服的，比飞机强多了，能睡个整觉。不过有机会啊，我还是喜欢在酒店里睡床。在 Puno 玩完上午的湖，下午小伙伴们就去爬山了，给高原反应严重的我开了个房。我于是住上了人生中住过最破的酒店，他们还给睡觉中的我拍了张照片，这个面积真的是利用率贼高啊！厕所呢也是没有马桶盖的，就不给大家放图了。来非发达国家，大家要做好体验不一样生活的准备哦，毕竟这也是旅行的一部分。下一站来到了旅游者特别多的 Cusco， 确实是国际化的很不错的一个城市，也是旅行者最多的一个城市，会讲英语的人比例比之前变高了许多。毕竟挨着秘鲁第一景点马丘比丘嘛 ，Cusco 基本上是所有人来秘鲁必须打卡的地点。Cusco 大约海拔差不多3400米 ，Cusco 和 Puno 以及 Arequipa 都算是山城，房子盖着盖着就上山了，有一种山城重庆的感觉。Cusco 这里有很多城墙古迹，古城墙是很酷炫的，用的石头经常不是规整的正方形和长方形，有一面墙的一块石头非常知名，居然这块石头是由12个边组成的。也没用啥水泥这样的材料，古印加人的技术真的是牛掰啊！买东西的商铺很多，不过商品的同质化很明显。刚才给大家看到的这只羊驼，就是在 Cusco 的商店买。整个秘鲁少说有1000家这样的店在卖类似的纪念品。Cusco 真的非常好玩，我还去了一家甜品店，他们的甜品长这个样子，主打的一个自由和奔放啊！我觉得在多伦多 Church Street 上开这样一家店一定会大火的。在即将启程去马丘比丘前，我在秘鲁终于见到下雨了。这里的雨季是12月到3月，4到11月是旱季，没有冬天的赤道气候。11月末雨季正式开始了。马丘比丘属于比较贵的景点，坐火车到马丘比丘脚下的镇子温泉镇，往返$120美金。镇子去景区门口$24往返的汽车票也是省不了的。山上去2个景点门票要$120，加在一起玩一趟要264美刀。在秘鲁这样一个消费很低的国家，算是一笔巨款。这也是为啥本地人来玩的很少，基本上都是外国游客来玩。毕竟住个 Cusco 带早饭的3星酒店也就30-40美金一晚上。总体来说，马丘比丘玩的很赞，那一天天气也很好，该看的都看到了。之前我有朋友来马丘比丘上山，因为雾气太大，导致啥也没有看到。我算是很幸运的了，获封阳光宝宝的称号。我一路上到的地方，只要出门玩都没有下雨。马丘比丘山里面爬坡累计大概500米左右，虽然海拔也只有不到3000米，我还是有一些高原反应的，感觉和爬黄山比，黄山比较费腿和脚底板，马丘比丘比较耗肺啊。高原反应如我的人容易喘不过气来。马丘比丘的古印加建筑群是最大的看点。西班牙殖民者来到南美大陆烧杀抢掠，把许多印加人的建筑拆了盖成基督教的建筑，但是马丘比丘的建筑没有被侵略者发现，直到20世纪才被人们发现这么一个神奇的地方，所以得到了非常好的保存。不得不再说一遍，这里真的太像塞尔达的游戏世界了，从山峰到古建筑群，游戏设计师绝对是精神秘鲁人。整个行程2周差不多就玩了这些内容，很开心，好长时间没有休息一下。最后来跟大家说说我的感受吧。一路上呢，我在秘鲁见到了很多人，他们绝大部分人都背着巨大的登山包，把帐篷啊、垫子啊、靠垫啊、火炉啊都背在身上，感觉他们是随时可以在野外搭帐篷睡觉，睡路边或者机场的人。跟这些人仔细聊聊天，他们中的很多人是辞职出来旅行的，或者是一次请4到6个月的假期来 gap year 的。感觉这些旅途上遇到的人比我更属于秘鲁。
我的人生实在是没有办法一次请4到6个月的假，更没有办法背着帐篷睡大街。我的骨子里可能还是一个城市人，人确实是很渺小的。我虽然也能走走 trail 爬爬山，但是跟最厉害的人比，我还是小卡拉米。比较严重的高原反应限制了我探索世界的脚步。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瓶颈，无论是身体上的还是认知上的瓶颈。大家强行挑战自己的极限似乎也不是特别必要，偶尔待在自己的舒适区，做自己擅长的事情是不错的选择。我之所以对秘鲁有很特别的感觉很亲切，可能是因为我在秘鲁找到了人生2种最美好的时光的影子。一种是小的时候有爸妈照顾，一切无忧无虑的感觉，爸妈会给我指路，告诉我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。爸妈会带我坐绿皮火车，给我做饭买吃的，赚钱养我。这个时候的人生活是基本上没有压力的，但是父母并不能一直照顾我们，父母会老去，我们会长大，也会有自己的生活。童年美好的记忆就是回不去的过往。另一种状态是成年后自己需要开始养活自己，照顾自己的时候，世界不再对你友善，啪啪打脸打到很痛。这个时候我们其实向往的是像游戏世界里，比如塞尔达的世界里，我们可以从弱小到强大再到无敌，能一次次失败，不停的独挡，最终每一步走下来都是完美的状态。这就是我们到达不了的向往。人生的常态其实是回不去的过往和到达不了的向往中徘徊的，感觉向往就在那里，其实它并不可及。这种遗憾相信也是人生一种美的体现吧。不管今天过得怎样，还是要努力珍惜当下，开开心心的生活的。完了一整圈回城前，我还是想问屏幕前的你这样一句话： Hey, how you doing? 我们去吃法吗 ？Como estas？ 今天零零碎碎跟大家聊聊天，絮叨了很久，希望屏幕前的你并没有看烦啊，也希望大家能在假期到来的时候有时间放松一下。不知道你的人生下一站旅程又要去哪里呢？有好的目的地欢迎告诉我，我也去玩啊，我还是很爱玩的，到时候拍视频给大家看。来跟大家道个别哦，拜拜，我是可爱的羊驼，来秘鲁玩可以摸摸我，拍拍我，把我买回家，但是来秘鲁不要吃我哟。